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湘西的大山里面是下了雨，而且这个气温是特别低的，挺冷的。山里面呢起了雾，雾蒙蒙的，感觉犹如仙境一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是来到大山里面，为大家去分享一些闲置的农房。今天是受台湾的一个大姐所托，她想回到祖国大陆这边来养老，和她的朋友一起，两个人呢。也就是两家人各买一栋房子，刚好今天所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位于一处山头之上，有两栋房子，一栋砖房，一栋木房。那我就把这个视频拍出来，让这个大姐看一下，这样的两栋房子到底对于他们合不合适？那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帮他们也看一看，好不好？看房子之前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整栋房子外面的整体情况。这边的海拔将近是500米左右，靠着大山，而且这里距离县城将近有8公里，距离镇上有6公里左右。今天起了雾，所以呢，站在门前的位置，整个视野呢并不是特别的开阔，看不远吧。实际上整个这里的地势呢是很高的，一眼呢可以看上1000多米左右。那这两栋房子呢都是通车，几乎呢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坝的，所以呢住在这边也是非常的方便。两栋房子闲置的时间将近都有13、14年左右了。刚才我去看了砖房，整体的结构还挺不错。那我们现在先从这个木房来看起，因为这栋木房呢，它也是闲置的时间比较久，到底能不能给它修出来，变成比较好的房子用来居住呢？先来看一下整栋房子外面的一个木墙板，基本上没有过多的装修，只是用木板这样子给它隔出来了，而且2楼的位置呢是没有装修的，看都是这样子留空的，所以呢在冬天吹着冷风都会吹到房子里面，住在里面还是比较冷的。这栋房子好在它的整个结构还算是不错，这些立柱穿方还有楼枕瓦条领子都还不错，重新给它修缮一下，屋顶上面的瓦片给它换一下，基本上还是挺好的。那首先我们来到堂屋的位置来看一下房子，整个堂屋还是挺宽的，将近有45个平方左右，地面呢也是做了一个硬化。3开间的木房是没有从中间作为隔断墙的，意思呢也就是3开间就是3个大房间，没有从中间作为隔断。先来看一下房子的左手边，以前呢背后是有卧室的，在这边呢是有床可以住人的，然后这边呢是有个木架子，也不知道以前是干嘛的。那这边呢是有他们家的一个柴火灶台，3口灶，以前烧的呢都是柴火，很简陋，上面的铁锅呢已经是坏掉了，灶台还在。那边是留了一道木门，方便进入侧面的这个卫生间。以前在房子的左手边呢是有个旱厕卫生间的，现在呢也倒塌，那边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。再来看一下这边堂屋过去这边是右手边也是一个房间，40多个平方，就这样子空着。然后中间的位置呢是火塘，平时一家人生活起居都是围着火塘烤火吃饭，上面呢就是一个木架子，冬天熏腊肉的。然后这边是前部分放的是2个木质的衣柜，以前农村里面呢都是这样的衣柜放衣服，背后呢也是居住的地方，以前这边呢应该也是放床的，当然现在是床应该搬走了，所以呢这边都是空着。看这个角落这个外墙都已经是挤进来了，所以呢这栋房子
现在看着是到处漏风啊，完全是不能够住人。包括这边的柜子啊，连柜门都已经全部坏掉了，甚是可惜啊。整体这栋房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。当然我看了一下，整个这个立柱啊各方面都挺好，修缮一下就可以修得出来，就像我们去年改造江边的房子一样，也是挺漂亮的。而且这栋房子啊，我看了2楼也是可以给它整体升高，把它利用起来的。那现在我们就抓紧时间继续去看另外一栋房子。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这边的环境。我们来到农村买房呢，主要买的还是一个环境，对不对啊？环境好，住起来呢才舒服，开门见山。然后房子呢，可以从这边沿着走上去，就到另外一栋房子了。这个雨啊是下个不停，现在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去看一下上面的那栋房子了。然后这里的路啊，刚才我们说了，都是做了一个硬化，平时呢可以把车停到这块区域，当然呢停在上面更宽一些。我们就走过去看一下。刚才我们是带大家看了房子里面的情况，现在来到房子外面，也就是侧面的位置来看一下。这边因为是没有木板墙的，是用那种小竹子啊给它编织起来，用牛粪加上这个泥巴涂抹了一层浮在上面。以前这户人家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，这样子呢做了个处理。其实这个竹子呢倒是挺结实的，只要不被这个雨水给浸泡淋湿，它起到一个冬天啊防风的效果。然后房子的后面呢是这个油菜地，种了一些油菜，过一段时间就开花了。走上去啊就可以到这栋砖房了。哇，这个雨啊是越下越大了，这边就是进入院子的路了。其实我最喜欢这里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是2户人家共享一个院子，在那个角落啊做一道铁门，整个院子呢就是他们2户人家的独门独院，整个山头之上，基本上外面的人呢是很难进入院子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栋砖房啊，情况就好了许多。整个院板呢是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，目视一下将近是有100来个平方左右。整个砖房是有4间，加上一个厢房，还加上这边的杂物间，占地面积啊将近是有2到300平左右。房间呢也挺宽的。这边啊通水通电，喝的都是自来水，电呢用起来也是挺方便的。这户主人家呢也搬下山很久时间了，所以整栋房子呢显得也是有点破破烂烂的。屋门口的位置堆放了很多柴火，我们可以看一下4间，每一间都单独留了一道小门，所以呢里面是不给它串通的，意思呢也就是要想进入这个房间，只能从它单独的一道小门里面进入。所以呢这边还可以利用的房间挺多的，窗户都留得很大，将近是2米乘以2米多的这样的一个尺寸，所以房间里面的透光性啊是特别好的。房子建造的时间比较久了，从这个外墙的瓷砖啊都是可以看得出的。现在已经没人用这样长方形的小块瓷砖了，这边都是2块2块贴在一起，变成了一大块，这样子看起来可能会更美观一些。然后整栋房子里面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粉刷，地面呢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。这边就是一个厢房，以前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厨房。然后背后呢还有一间，整栋房子的进深啊我看了一下，将近是6到7米左右，房间还是比较大的。然后在门口的位置啊，农村人呢都喜欢用这样的一口缸接在这个屋檐滴水的位置，平时可以接点雨水。这个雨水呢平时还可以种点花花草草，从这里浇水，挺不错的。然后房子的侧面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边就是背靠着这个山石，
背后呢是一些灌木丛，还有乔木。以前这里呢还有一个杂物间，但是上面的瓦片呢坏掉了之后就倒塌了。现在整个砖墙呢是依稀可见，但是这些藤类的植物都已经爬满了，整个房屋地基还是可以看到的。最喜欢的还是这两栋房子的院子，看特别的开阔。整个这两栋房子呢，占地面积将近有3亩地左右。这门前呢种了一些油菜，过一段时间开花了之后，特别漂亮的。然后那边呢空地的位置，准备要种上玉米。我的头发已经湿透了，这个棉衣也湿了，特别的冷。然后车子停在这边，从车头的位置就可以上山。山上有什么呢？有很多野果。像这个天气再下几天的雨，山里面开始要长蘑菇了。所以呢，住在山里面不愁这些吃的。我在想这样的一处院子，还有外面的地，这2户人家如果把它买下来，在地里面种点花果蔬菜，养点鸡鸭，养点牛羊，1年的生活非常的安逸。你们觉得这样的环境究竟如何那最后大家最关心的关于这2栋房子的价格现在还没有找到主人家，所以说具体的价格还没有谈妥。视频拍完之后，我去找主人家，然后再商量一个大概的价格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多少比较合适呢？欢迎大家视频的下方留言。好了，就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